合同写得很清楚，上定的时间是你我之间为了拿下 MP4市场的战略协议。但是我有个前提，鼎通的团队由我凯云来收。这个问题上，我没有和你争过，但是我那份，你可得给我安排妥当。你心目中的是多少7.5%，有可能吗？林总，哪怕我同意，董事会那边也……我如果不帮你，鼎通你也拿不下来。后续如果收购成功了，要张海潮为你所用，也少不了我的助力。这样吧，林总，我们先把 MP4手机芯片市场拿下，之后的事情再商量。MP4手机市场本来就是我们的，那就签字吧。我夫人。听说你新娶的夫人是一大明星，怎么这么对人家？她最近比较烦人。是他烦还是您犯了错呀？我犯什么错啊？别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。喂，我正在跟 Brain 谈合作呢。当然。啊？你要跟他说话？什么叫做张海潮这样的人都在带孩子，我凭什么不带呀？你拿张海潮立什么标杆呢？喂，喂。张海潮可真把我坑惨了。我还是赶紧看，让你好回家带孩子。你觉得我有那么惧内吗？我是怕你老婆一会儿和你离婚，到时候你的股权只剩3.75了，什么谈判筹码都没有了。别咒我。走着。哎，对了，你不一直说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吗？你陪我去啊？好啊，跑着去。又开玩笑，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。只要你想，我就帮你实现。这个米兰达还没来上班 ，CTO 不合格。体谅他，他每天得跑10公里，跑完还得洗澡，洗完澡可能还得洗澡。对，图收到了吗？永远得感叹，张海潮真是个天才。他做出来的设计就像最完美的艺术品。如此省钱的流片设计里面，还能容纳这么多细致的想法，恐怕也只有他了。我看你都要志在必得。好的艺术品该被珍藏，好的艺术家该被欣赏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觉得我会怎么办？你不会偷他作品吧？偷鸡摸狗 ，That's not my style。那搞点破坏？我一直认为艺术不应该是完美的，得有一点点的瑕疵，才有个性。今天挺准时啊。你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，还找杨教授告了状，我只能回来了。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最好的兄弟，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，我们一块儿解决。我的观点和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我的观点也和你说的很清楚了。
我想过了，你有你的道理。暂时呢，我可以说服自己先听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最终我们一定要做出比他们都好的手机芯片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过于受米兰达的影响了。你不觉得他闪闪发光吗？你这种思想有点危险哦。你看啊，我跟他很多年没有见了，再次见面，觉得他越来越有魅力了。是。米兰达确实很好，你们在一起也很开心。但是想想看，你老婆也很好啊。你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一直照顾他，对他好。人还是要懂得感恩的。当然，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上。有空你也想一下，如果你在凯云不计成本的话，你会设计出什么样子的手机基带芯片？看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。用博雅星光先压着凯云。我们预估了一下凯云的芯片，凯云这次的 MP4芯片价格比博雅星光多出了1/3，因为纳米数更精细，所以产量也低。但是华强北的市场显然更看好凯云的芯片，做的手机壳也都是凯云的型号。按照这个测算，我估计2个月之内，市场就会大量的缺乏芯片。所以这一轮其实我们只要收购灵光药的芯片就可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在博雅星光 MP4芯片的基础上，做出电路板，并兼容博雅星光的芯片，我们在赚钱的同时，还可以再度占领市场。而且4个月之后，你们领通的 MP4芯片也会量产成功。那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去打价格战。说的好专业啊，这都谁教你的？谁的电话怎么不接？没有，我估计是推销吧，我这样的电话最多了。子夏现在好吗？不太好，喝了很多酒，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。为了男人，不值得。你也觉得李东升太不靠谱吗？对女人不好的男人都靠不住。这话听着有故事啊。谁还没点经历呀？刘总，球。娟子，离婚协议你收到了吧？这是我能给出你最好的条件了。我所有的钱，还有老家的2套房都给你。这些年感谢你照顾爸爸。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你又不陪我住，我知道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。那你让我去你家看看。林夕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，对吗？能听见吗？子夏是我特别好的朋友，他真的很爱李东升。东升走了以后，他情绪很糟糕，每天都喝酒买醉。林
你想跟我说明什么呢？你是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，我都被你迷倒了，就别说男人了。实话跟你说，我那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听到东升的声音了。你听错了。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真生气了。你生气我也得说，东升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。林夕，我来这里是来赚钱的，我没有那么多小心思。我每天一睁眼就是铺位租金，闭眼就是员工的工资。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到铺位上班，天黑了才能回家。就这样，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子夏能够伤心难过、喝酒买醉，其实我挺羡慕的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记得10年前，我为了供我弟弟上学，卖过煎饼。那时候我也失恋过，但是伤心有什么用呢？不还是得出摊儿，总不能一边摊着煎饼一边哭吧？其实有空的时候，我也会看一些电视剧，看到那些女主角为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，我就想，这是病，得治，让他们卖3天煎饼，摆3天手机摊儿，什么病就都好了。林夕，你来这儿是来卖领通芯片的，我在这儿是为了把手机卖掉。你们芯片公司囤货会死，我们的手机公司囤货一样也会死。如果我们死了，跟着我们的那些人就没有工作，他们没有工作了，他们的家人就没有饭吃，孩子就没有学上。所以如果每天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事儿，可能也就不会想别的了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明天开始我们就商量一下可行性的方案，毕竟要卖掉长城1号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我送送你。别送了，我走了。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你别喝酒了，好不好？命都快喝没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怎么样啊？在那儿还要待多久？不知道呢，可能半个月，可能1个月。哎，反正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也别着急，慢慢来嘛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鸿蒙资本看了领通关于 MP3 Plus 的手机芯片报告，觉得华强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投一些手机企业，毕竟手机这个东西嘛，可能是以后人人都会拥有的。真的呀？你要来华强北吗？是啊，公司派我过去做点尽调。太好了，子夏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自己振作起来，不要把自己变成那种让人讨厌的人。只有工作，工作才不会辜负你。赶紧来。那我过去了以后，能跟你提个小要求吗？哎呀，大要求也行，你说。你要搬过来陪我一块儿住。当然没问题啊，但是我也有个要求，你不能喝酒。你要是喝酒，我就搬走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最近也在努力让自己走回正轨。好，早点睡吧，晚安。
打扰一下，能给您上个菜吗？请用。这儿好歹也是开了好几年的海鲜大排档，用得着你去下厨？别看哥们儿北京的，从小就爱吃海鲜这一口，哪儿好吃我就去哪儿，边吃还边学。您看这道海鲜拼盘，色香味俱全，味道唰。怎么了呀？明天子夏要来，他来干嘛？他们公司让他来华强北了解业务。明天我会换个新手机，然后再换个新号码。那没必要。有必要，否则你还会像今天一样忘了我的处境。明明我跟黄林熙在一起，但是你还是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克制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你不用这么对我。新的号码不会告诉你，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用新号码，所以你没有必要知道。我还自己喝，我陪你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月小乐表现不错，我要不要给他多发300块钱的工资？不是这个吧？其实，每个月给他们发工资的时候，我都特别自豪，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，我能养活得起他们，真好。别转移话题，面对。还有就是那些芯片，倪志雄现在已经拿下了凯云所有的飞机芯片，而且马上就要投入市场，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，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。就算子夏来，我也绝不会回头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你，我跟你保证。啊？不用跟我保证，我对这事儿毫无兴趣，咱俩还是聊聊正事儿吧。聊得下去吗？你心这么大？李东升，我们2个人在一起，是为了更好的成就事业，不是为了和你的过去纠缠不清。我说了，我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，就是没事情。而且我说要跟你聊正事儿，就是跟你聊正事儿，没有第2层意思。要想拿下手机市场啊，光有芯片还不够，还得有其他手机零部件。但是目前手机零部件啊都在倪志雄手里边。所以啊，凯云、星光才抢着和他合作。要是在咱们手里边，没他什么事儿，行了吧？人家打下的山头，怎么可能给我们呢？怎么不可能？这儿的后厨，我不是也进去了吗？阿叔啊，这台机器特别好，做手机壳都冇拉顶的啊！印度人啊，都用这种。印度人用的东西看来还真的是这么回事。我们才几家运营商啊，印度10几家运营商，10几家运营商都说没问题啊，那肯定就是没问题啊。报价有点贵，确实有点贵啊。明仔，你不有事要忙吗？去吧。一旭啊，这是350千瓦时的设备啊，350千瓦时。印度人都用？用。我来的第1天就打听了一下倪志雄的企业，他的亲信就3个人，大侄子、2侄子、3侄子，这仨人都互相看不顺眼。但是他们都姓倪呀。姓倪就有用了，这3个人啊都想通过进设备从老倪这儿捞钱。前段时间大侄子进了台设备，捞了2倍回扣。这些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总有一天我们得做自己的手机壳零部件，我得跟这帮供应商混熟了，是不是？到时候谁好谁不好的，心里有数啊。我李东升谁啊？做家网站，连美国人都得对我点头哈腰的啊！我有个大侄子，让他看错供货商，以为从印度来的，一点难度没有。不是，你有这么有意思想法的时候，怎么之前没告诉过我呀？这还不简单，我深沉呗。你还深沉？我要吃龟苓膏。哎，2份龟苓膏。好了，老刘你先忙吧。这个大侄子已经进了3、4台设备了，另外2个看得眼红的不得了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
林光耀和黄仲凯肯定会来参观倪志雄的厂，手机和芯片的联系之后会越来越紧密。那我们还有机会？有啊。那我们又没有倪志雄的厂房和设备。谢谢。谢谢。做一个手机组装厂有什么难度？只要硬件、软件 OK 就行了，对吧？至于外壳设计，我已经找好设计师还有专利局的人。厂房设备，只要给我钱，3天之内我能弄一个比倪志雄更好的。往哪儿找那么多钱啊？林光耀这种人吧，做生意没那么讲究。黄仲凯不一样，他虽然说哎呀自己怎么接地气，口口声声的，但是其实骨子里还是美国人那一套啊。到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看不上倪志雄的所作所为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和黄林熙想想办法，让黄仲凯觉得倪志雄不靠谱，一定会吃里扒外。这个时候我们成立泰山手机，咔嚓趁虚而入。黄仲凯投你金文1000万，制衡倪志雄一点，前期至少1000万。我现在就给黄林熙打电话。这个时间你打什么电话呀？啊？这个点子当然好了，是吧？金文真的很聪明。老婆，你有没有觉得金文的背后有高人指点，而且这个人特别的了解不然？你是说黎东升？对。从金文的态度上来看，跟黎东升完全没关系，说不定她男朋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理工男。老婆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李东升？清华又有几个李东升？是没几个黎东升，但是，哎呀，老公，你真的想太多了。你就是想黎东升想的思念成疾了。你现在身边全都是黎东升的味道，你能不能想想我呀？啊，你有空多想念想念我，行吗？我怎么不想念你啊？我除了工作，剩下的时间都在想你。明天我跟金文跟子夏，我们会去摸一摸市场，看一下长城1号需要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，才能打败凯云的残次品芯片。好，辛苦了，老婆。那你亲我一下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兰姐呢？黄老板，里面呢？我给你叫去。好。这么热呀！哎，你别说，他这小店弄得真挺好的，清清爽爽的又整齐，是吧？我就跟你说，金文这个女人啊，很讲究细节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还挺好玩的。哼，这就是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魅力，什么都有。你好。阿姨，给我拿来。这个吗？啊，对。这个您这最低多少钱？这个1000。隔壁只要970。他这个和咱们的不一样。差不多。差不多也不一样。都是汽车外壳。真的不一样，老板。我们这个是有设计师设计的，而且没有模仿任何一台豪车。那多出来的30块钱呢，是专利费，我们是有专利的。那还是算了。没关系啊，老板，下次再过来哈。谢谢啊。子夏吧，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定是子夏，经常听林夕提起你。我也总听李希说你。天儿好热啊，我们出去喝点东西，走啊，走。我一会儿回来啊，拜拜姐。没想到这里的电子市场真的什么都有，你们想不到的设备和电子产品这里都会有。那美国那些最新的芯片呢，也有吗？那就是走私的了，不过有些人也会进。看来真的什么都有。那不是能赚大钱吗？能啊，但是毕竟是违法的，违法的事情不会长久，而且还会有后遗症。当然了，很多事情赚钱，比如抢银行，比如贩毒，能干吗？能在华强北做尖端芯片走私的，那都不是一般人。金姐来了，3杯鸳鸯，1杯不加冰。好的。芯片嘛，是需要技术含量的。
但是放着这么大的市场，做点自己的东西，安安稳稳的活着，不好吗？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什么？真没想到我可以有这样的见解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我们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，对吧？是的，还有一点更重要，就是一定要便宜。别人卖2、3千，我们就得1000。你们刚才也看到了，多30块钱哎，都没有人买。所以说长城1号这样的手机，最多500，多1块钱都不行。那如果我们再多加一些功能呢？什么功能？比如说音乐转换，或者游戏啊，铃声的这种。500块钱左右的手机，这跟 MP4 手机完全是2回事儿。可是如果有这些附加功能，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不就可以？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。你可以去工地上看看，那些工人干完一天的活，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。能给家里打个电话，那都是奢侈的。所以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只有2个字：便宜。长城1号一定要便宜过凯云那些废弃的芯片。我去给海潮打个电话。谢谢。怪不得林夕嘴里总是挂着你，果然想法也不一样，见解也不一样，有一种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的感觉。好喝吗？不错。好，那我们那边。好，我来。晚上好啊，各位。晚上好。有方向了吗？增加什么功能啊？还没有，你有吗？我更没有。海潮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的长城1号的通话质量，确实不如人家凯文的残次品芯片。他们当时流片的钱是我们的10几倍，虽然是残次品芯片，但是质量也比我们的高。那也正常啊，人家毕竟多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呢。再说了，咱们也没有那么不堪啊，除却在特殊极端恶劣的情况下，咱们的芯片是没有问题的。价格上我们有优势吗？价格上根本没有优势，我们毕竟是流片后的第1代产品，我们不能无限的便宜。但是他们是残次品芯片，他们便宜完了可以再便宜。我们有没有可能修改底层的驱动程序，增加一些功能，这样可以见缝插针的给这些人用？那不还是得增加预算吗？林夕观察的没有错，买这些手机的人都是日子过得很紧巴的人。你们可能对穷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啊，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我小时候和我妹妹卖萝卜，中午卖不出去，晚上全家人就没有饭吃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除非你那个功能可以帮我们省钱，不然这个功能就是累赘。说到底，又回到老问题上，就既得便宜，还得有不可复制的技术。这种便宜货哪里来的不可以复制的技术？会有的。谭子，你是 CTO， 我相信你一定会灵光闪现的。海潮，咱们的这个钱是不是就能够做2轮流片？哪怕就是说你设计流片不需要时间，但是你测试、封装、量产，这个时间咱们没有这个优势。我觉得他说的对啊。你们是不是没有查过我们账上的余额呀？我们账上现在已经没钱了。是我们是在 MP3 芯片上赚了一些钱，但是我们长城1号的量产，还有 MP4 手机芯片的研发，已经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。不给长城1号量产就好了。那也不够你做最好的芯片。我不想再做这种便宜货了，我要增加预算。没有钱怎么增加预算？没有钱，你是 CEO， 你去搞钱呢，你去融资啊。盘子，这么晚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刘总，我特意给你买了加辣的烤串。哎呀，方便食品别吃了，吃点肉。您最爱吃的炒面。谢谢。
肖博士，您胃不好，多喝点粥。谢谢。嚯！张总，您最喜欢的潮汕牛丸。谢谢。你也吃？我不吃了，我还要去做你明天的日程表。吃完了再做嘛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嘛。这闻着不错。姜薇啊，自从你来到我们公司啊，我感觉突然一下过上好日子了。不用吃泡面了。吃吧，吃完了再工作。好。以后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。韩子，吃饭呀？韩子，我有点事情，你先吃着啊。那你带点走啊。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跑得够快，踢得够好。你这是鞋有问题。你是什么鞋？我是名牌呀 ，Limited Edition， 专门定做的。你看，都有我名字的。Limited Edition。耶！我告诉你，成事在人不在鞋。我早晚我就穿我这双小破鞋，我战胜你。哎，中文怎么说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看，我中文都比你好。哎，对，你中文比孔老夫子都好，满意了？你不要迂我了。哎，你不要噎？什么迂你的噎你的 ？Just don't be ironic to me。揶揄。揶揄，走吧，揶揄，饿了，赶紧的。哎呀，不要再跑喽！财务说了，还掉大部分欠款，剩下的钱只够做1次流片，下个月工资都不够。我们明明赚的挺多的。主要，您之前的私人欠款也多。要想用刘汉的方案，有些欠款就不能还。把我账上的钱都打过来吧，先把下个月的工资保住再说。那您怎么办啊？总是会有办法的。过2天去一趟华强北。听说现在华强北手机在买家里占比很大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摸准了国内买家的心理。你看，像这个，以前我们不理解，现在喝一口也觉得很得劲儿。企业传承都是要贴合买家。什么企业传承啊？这明明是这个年代的东西，你骗我！技术是这个年代的，但文化底蕴传承100年。你来中国不久，电视没少看。来，我真的觉得白酒比洋酒还好。就像我们永远比对面的领通还好，不论内在外在，都充斥一种传承100年的感觉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转行卖酒了？我是真的对我们所在的企业有感情啊 ，TF、凯云，我真希望到最后，我们在中国、美国都有一个100年企业，最好能把对面那些人都收过来。快了，其实留给领通的时间根本就不久。最近我有个感悟，其实现在和以前征战略地一样，得快、狠、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只能打价格战，张海潮，黔驴技穷。这酒开始品出味道来了。为了提前庆祝我们稳操胜券，再干一杯。Come on, buddy. 回来了，这给你煲了汤，好好犒劳犒劳你啊。不喝了。怎么了呀？
见了个子夏，饭吃不下去了，啊？吃醋了，吃醋了。没有。行了吧，我了解女人这种嫉妒心理，别不开心，跟我说说来。第一，我没有嫉妒心，嫉妒心除了让自己难受之外呢，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。子夏呢，是带着任务来的。什么任务？你说红木资本啊？对啊。哎呀，红木资本看中中国手机市场，这很正常，没问题啊。但是他们要投资手机企业，那倪志雄的组装厂一定是他们重点考察的地方。那种企业有什么可投的？那种企业怎么不能投？不就是裙带关系吗？整改就是了。再说，一家投资公司要投一个企业的时候，肯定是要看报表、看利润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像这种国际基金，根本就看不上像倪志雄他们家这种家族连带关系的企业，不合规矩。咱们财务报表那点小钱，人家也看不上，人家在意什么？信用。是吗？是啊。哦，你套我话呢？你想套我话？啊？你是不是希望红木资本投我们？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去支持倪志雄，这样我们就更难了。明天设备就要进来了，这些都是成本，都是钱，都是我的钱。你今天见子夏就想的都是生意，没点别的？不然呢？我去打个电话。怎么老是这个时间打电话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吓死我了！汤好了，你自己喝吧。你别说，这个经文还真的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我猜你就会这么想。你不觉得他跟小翠特别像吗？不像吧？我觉得金文是那种丛林法则里生存下来的人，小翠呢，在硅谷，她是靠着原始股成长起来的。金文呢，完全是自己真刀真枪拼出来的。他们俩想法和三观肯定都不一样。你说的对。怎么样？今天感受了一下人间烟火，是不是觉得舒服点了？我今天在铺位前的时候还想到东升了呢。你觉得他在华强北啊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像他性格这么张扬的人，如果他在这儿，肯定不会没有人认识他。他上大学那会儿还在中关村摆过摊儿，找了一帮师兄弟帮他弄组装电脑，赚了不少钱呢。每赚一次钱，就换一个女朋友。你干嘛呀？你也是他女朋友啊？我才不是他女朋友呢，我不过就是他对。打住吧啊！不过是想到了以前事，有些感慨罢了。你感慨长城1号的悲剧命运，好吧？你别感慨男人了，感慨男人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对民生没有好处，对红木资本没有好处，对你自己未来也没好处。知道了，我要回去写尽调，明天再去几个手机厂看。帮我找个人。哎呀，金老板来了！这些货啊，像模像样啊！啊，请金老板检阅，走。这是什么？除尘。
感受感受。太有意思了。这些机器看起来很新啊，不像是二手的。都转起来之后啊，更像新的。你看这种机器啊，华强北里数一数二。这叫矬子里拔将军。不过这说明书确实太难懂了。那我们的优势还是在专利上。看看，我找了设计学院的学生，让他们设计了这种，你看，女孩喜欢的山茶花，男孩喜欢的跑车，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图案，这些通通都要申请专利。我算了一下，成本还能降低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法务。为什么要找法务啊？一只熊一旦知道咱们做得好，肯定会想办法对付咱们。不过没关系，他的方法呢都是下九流的，只要我们能就事论事，到时候资本就会青睐我们。